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10月26日，根据蚂蚁集团公布的询价报告显示，蚂蚁集团 A 股定价为 68.8 元一股，港股的定价为80港元一股，合约人民币 68.85 元一股。蚂蚁集团的 A 股代码为688688，定价为 68.8， 这极其神奇的数字啊！最终 A 股发行价确定为每股 68.8 元，也就意味着蚂蚁集团的最终市值达到了 2.1 万亿元，名副其实的 A 股一哥。那么这个 A 股一哥的控制权究竟在谁的手里？是马云、阿里巴巴、天猫，还是软银孙正义？今天就和大家分析一下蚂蚁集团到底是谁的公司，是谁能够拥有掌控蚂蚁集团这么大的权利。蚂蚁集团的股权架构一直成谜，投资者此前一度猜测可能会通过企业大股东持股的方式采取同股不同权的架构。所谓同股不同权是指公司的创始人或早期员工为了防止公司上市后自己持有股份被摊薄，导致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而采取的一种股权结构设置。公司股份一般会被分为 A、B 两种或两种以上，一般 B 类股为流通股，也就是在股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一股代表1票。 A 股为非流通股、原始股，一股可以代表10票或者100票。比如小米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申请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小米集团采用了 A-B 股架构，对于提呈公司股东大会的任何决议案，每股 A 股股份享有10票投票权，每股 B 股股份享有1票投票权。创始人股东雷军持有小米集团 31.41% 的股份，通过设置 A-B 股双重股权架构，其投票权达到了 55.7%， 维持了对于小米集团的控制权。早前阿里巴巴申请在香港上市，正是因为香港证券交易所不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所以阿里才远赴美国上市，这也成了香港证券交易所的遗憾，也是香港推动允许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的直接原因。作为脱胎于阿里巴巴的蚂蚁集团，沿袭阿里同股不同权的股权架构，看上去也是理所当然。但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蚂蚁集团并没有走阿里的老路子，而是选择了同股同权的公司结构。同股同权就是一股代表一个投票权，拥有公司的大多数股票后就能获得对公司的控制权。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看到，主人公一觉醒来发现公司被收购，自己被扫地出门，这就是同股同权的影响之一。只要财大气粗的人肯花钱买你的股票，公司的控制权很容易就流失。难道蚂蚁集团就不担心这个问题？马云难道不害怕有一天一觉醒来公司被买走？为了解决这个疑惑，我们一起看一下蚂蚁集团前几天发布的 IPO 招股说明书。蚂蚁集团在上市前共拥有 A、B、C 3类股份， A 类普通股一股一票， B 类 C 类股份没有投票权。 B 类 C 类股份投资者是通过持有蚂蚁国际股份的方式间接持有蚂蚁集团股份。蚂蚁国际注册于开曼群岛，是蚂蚁集团的子公司。 B 类股份投资者是蚂蚁集团的境外员工持股计划平台。从2018年5月起，蚂蚁国际累计发行 2.59 亿 B 股无投票权的股份，作为境外员工激励。目前这部分股份由中银国际信托作为受托人持有。 C 类投资者由2部分组成，合计持有 29.97 亿股，一部分是蚂蚁国际在2018年6月向境外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这些投资者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马来西亚国家主权基金、加拿大退休基金等，共计占有 18.39 亿 C 类股份。另外一部分是2019年9月蚂蚁国际向阿里巴巴的全资子公司淘宝 Holding Limited 发行的 11.58 亿 C 类股份。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淘宝 Holding Limited 并不是国内的淘宝。根据美国证监会网站显示，这是阿里巴巴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一家子公司。
蚂蚁集团上市后，上面我们提到的没有投票权的 B 类、C 类投资者将会转化为 H 股，也就是港股投资者。这些投资者的股份将会恢复为具有投票权的股份，同股同权。接下来我们看 A 类股。A 类股份的变动可谓是一部精彩的小说。蚂蚁集团的前身是支付宝，成立于2000年，是阿里巴巴的全资子公司。2011年，马云以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公司，金融牌照需要回归内资为由，先斩后奏，从阿里巴巴集团手里拿走了支付宝100%股权，一度引发巨大争议。最终，马云以阿里上市为条件，说服阿里巴巴的2大股东雅虎和软银让步，并承诺给予补偿。补偿的核心是承诺在支付宝上市时给予阿里巴巴集团一次性的现金回报，回报额为支付宝在上市时总市值的 37.5%， 不低于20亿美元，且不超过60亿美元。同时在上市之前还承诺向阿里巴巴集团支付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费，金额为每年利润的 49.9%。 随着支付宝发展越来越好，价值越来越大，雅虎和软银也并不傻，于是在2014年阿里上市时和支付宝重新签订了协议，这是支付宝第2次股权变动。此时支付宝已经变成了小微集团控股公司。此次协议变动主要有2点，第一是小微集团向阿里巴巴上缴的利润由 49.9% 下降至 37.5%， 至少每年支付1次。第2点是取消现金回报60亿美元的上限，调整为下限为 93.75 亿美元，超过原来下限的4倍。可见此时雅虎和软银已经把小微集团当作下金蛋的鹅了。仅仅是这2点，雅虎和软银还不满足，如果小微集团发展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力呢，那不就是亏钱了。于是协议中有提到，阿里集团可以放弃现金支付，选择获得小微集团 33% 的股权。这样一来，93亿美元的现金是稳赚的。如果小微集团发展的好，我就换成 33% 的股权，这算盘打得真是响。2016年，小微集团变更为蚂蚁金服。2019年9月，阿里集团放弃了现金计划，选择了蚂蚁金服 33% 的股权。此外，阿里集团全资子公司淘宝 Holding Limited， 也就是开曼群岛注册的那家，还持有蚂蚁国际发行的 11.58 亿股没有投票权的 C 类股份。所以阿里集团持有 77.63 亿股的 A 股和 11.58 亿股的 C 类股份，合计持有 89.21 亿股，占蚂蚁集团总股本的 37.51%。 经过几次变更，蚂蚁集团当前的股权架构为阿里集团持股 33%， 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2大员工持股平台均汉持股 29.86%， 均澳持股 20.66%， 这3方合计持股 83.52%。 根据招股书披露，均汉和均澳这2个合伙平台的管理者为杭州云博。杭州云博的合伙人一共有40名自然人，认缴出资额从500万到 21.84 亿不等。其中马云认缴出资2000万元，是持有蚂蚁集团股份最多的自然人，持股 26.77 亿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11.26%， 发行后股比稀释到 8.91%。 股东会是杭州云博的最高权力机构，马云在杭州云博的持股比例最高，为 34%。 这就意味着占蚂蚁集团持股比例的 50.52% 的均汉、均澳在行使股东表决投票权时，都会受到杭州云博的审议，并需要经过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批准。蚂蚁集团招股书中披露，马云对相关事项持有否决权。所以蚂蚁集团在这 50.52% 的股份投票权中，马云具有1票否决权，对这部分股份说了算。阿里巴巴集团持有的 33% 蚂蚁集团投票权，而马云是阿里巴巴36名合伙人中的一员，且地位举足轻重。在这 33% 的投票权中，马云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总结起来，马云能够影响占蚂蚁集团 33% 股份的阿里巴巴，又在占蚂蚁集团股份 50.52% 的均汉、均澳有1票否决权， 83.52% 的投票权都被马云影响。
蚂蚁集团控制权自然是牢牢地掌握在马云的手中，即使同股同权的架构也丝毫不影响马云的控制力。蚂蚁集团的招股书中罗列出一长串的名单，披露了其他股东信息，这些股东实体眼花缭乱，多达74个。根据招股书披露，蚂蚁和阿里两个员工持股平台均承诺自公司 A 股发行之日锁定36个月，如果上市6个月内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上市之日的发行价，那么这部分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6个月。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蚂蚁股票过热，上市后早期投资者抛售压力过大造成的股价下跌。那么蚂蚁集团的股票到底值不值得买呢？什么时候才是买的最佳时机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这期视频。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也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